在这个 video 里，你会学到关于坐月子期间需要泵多少奶才足够 baby 的需求。看完这个 video 后，你就会明白坐月子期间要怎样做才会达到奶量的供需平衡，不会搞到奶量不足，也不会搞到一直塞奶。安哥哥，我是安姑姑的丽丽。坐月子要泵多少奶呢？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先告诉我为什么你坐月子期间觉得需要泵奶呢？一般上觉得需要泵奶的妈咪都是因为这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通常都是妈咪想要知道自己乳房里面有多少奶，这个是最常见的原因，也是害惨很多妈咪的原因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坐月子期间你是不可能通过泵出来的量去判断自己的奶量的，泵出来的量是不准的。怎么可能不准呢？我一个一个来讲解。如果是产后头3天，你不可能泵到很多的，因为产后的头3天，你乳房分泌的是初乳，初乳是比较浓、流动的比较慢的奶水，而且初乳的量本来就不可能是多的，这个是大自然的设计。如果你在产后头3天就泵奶，泵到不多，你就以为是自己不够奶了，然后你就可能添加配方奶啦。当 baby 喝了配方奶，就喝少了你的母乳，给你乳房的刺激就减少，你的奶量就会越来越少。有些妈咪没有添加配方奶，可是却跑去吃一大堆的催奶食品啦，又power pump啦，然后产后72小时左右奶水大量来的时候，糟糕，严重胀奶、石头奶了。所以产后头3天泵出来的量是不准的，不能用来判断自己的奶量。如果是胀奶了过后呢，也不准吗？不准啊！如果是产后石头奶，那个不是因为塞奶，是因为乳房里面的脂肪组织水肿。我在产后石头奶的 video 里面已经有详细的讲解。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挤奶器是很难泵出来的，因为水肿的脂肪组织挤压着乳腺，让它不能通顺，然后妈咪就以为自己是塞奶啦，硬推硬挤，大力去按摩，甚至可能会吓到找医生要停奶药来吃。第二个常见的妈咪坐月子期间觉得要泵奶的原因，就是他们听人家说你要维持奶量就一定要勤劳泵奶，每2-3个小时就一定要泵。这句话是没错啦，可是用在不同的哺乳阶段会有不同的后果。在坐月子期间你每2-3个小时泵一次奶，跟回去上班后每2-3个小时泵一次奶差别很大。产后头几个星期是奶量的旺盛期，你的身体还不知道这个刚出生的 baby 需要吃多少奶，所以就会分泌很多的奶。这就是为什么产后坐月子期间妈咪时常感觉到乳房胀胀的，你的奶量还没有达到供需平衡才会时常胀胀。如果你在这段奶量本来就已经超过 baby 需求的日子，每2-3个小时就勤劳泵奶，你是在给你的身体什么讯息呢？那么旺盛的奶量都不足够这个 baby 我需要制造更多奶啊。所以你身体收到这一个讯息，就会更加勤劳制造奶。糟糕了，你会时常胀奶，根本就没有机会休息。一个不小心你就会塞奶，甚至乳腺发炎。如果你坐月子期间没有盲目泵奶，大概在满月的时候，你的奶量就会达到供需平衡，奶量刚好足够孩子的需求。一旦达到供需平衡，
你就要努力维持这个奶量了。在你回去上班后，不超过3个小时泵一次奶很重要，是维持奶量的重点。明白那个差别了吗？第3个常见妈咪认为坐月子期间需要泵奶的原因，就是泵出来可以给陪月婆喂，所以妈咪可以休息。这个真的不鼓励。你以为你泵了出来给陪月婆，你自己就可以安枕无忧吗？你半夜也是会胀奶的哦。胀着你不泵出来哦，即使你不怕胀奶痛，也要担心塞奶啊。你爬起来泵奶也是不能休息啊，还不如你半夜侧躺亲喂。侧躺的话，你可以一面喂一面睡，要是半夜 baby 哭要换尿片什么的，就交给陪月婆去做咯，妈咪只是负责半夜亲喂就够了。这样做，坐月子期间不是没有休息到咯？如果你晚上把 baby 完全交给陪月婆顾先不要说胀奶的事了，即使你睡够啊，也是一个先甜后苦的做法。满月后陪月婆走了，难道你就不必晚上亲自顾 baby 了吗？还不如趁陪月婆还在还能帮忙的时候，你自己先适应了晚上照顾 baby 的生活。陪月婆走后，你已经知道半夜要怎样去应付这个小家伙了。半夜给陪月婆顾 baby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你泵奶出来 baby 就要通过奶瓶喝奶了，这样子就有可能会导致 baby 对乳头混淆，说不定就因此不愿意让妈咪亲喂，只是要用奶瓶喝奶了。为了方便陪月婆以她熟悉的作风顾 baby 1个月，而牺牲妈咪自己接下来整个哺乳期的方便，可能是2年，可能是3年。明明 baby 就在身边，你也不能直接亲喂，需要泵出来通过奶瓶 baby 才能喝奶，就只是为了方便别人，值得吗？说到这里，我相信你已经知道答案了。坐月子需要泵多少奶？答案是坐月子期间不鼓励泵奶，除非妈咪跟 baby 分开，没有办法亲喂。只要你可以亲喂，就不要泵奶。除了前面解释的种种坐月子泵奶的不良后果之外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泵奶会搞到奶量越来越少，也有可能会搞到奶量过多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极端呢？挤奶器的效果因人而异，有时出名好用，大部分妈咪都赞好的挤奶器，可能刚好你就是用到没有效果的。真人真事有妈咪买了某款挤奶器，才听说另外一个牌子的评价更好，就储蓄钱来买了。好不容易储蓄足够的钱了，买到那个很好评的挤奶器，兴致勃勃要开来用，才发现为什么泵了那么久都没有奶真来的？他用回原本的那一架，一下子就奶真来了，10分钟就泵完了。如果你买回来的挤奶器是没有试机的情况下买回来的，要是刚好那一架机刺激你乳房的效果不好，你泵出来的奶不多，你就以为自己奶量不足。这种情况下，妈咪会觉得亲喂后泵到很少，如果完全没有亲喂，只是用来泵的话，泵出来看到比较多，所以就会直接放弃亲喂，完全靠用挤奶器。问题是那一家挤奶器就是没有效给你乳房刺激啊。最有效刺激你乳房的 baby 你不亲喂，反而靠那个效果不好的挤奶器。这样下去，你乳房会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，身体就会以为 baby 不需要那么多奶，就会减少制造奶水。久而久之，你的奶量就会越来越少。反过来，要是买的挤奶器没有问题，反而还很有效，泵到很多奶又怎么样呢？
那这个也是陷阱来的哦。泵到很多奶的心情是超有成就感、超满足的。刚开始你感觉有一点胀奶，你就会兴致勃勃的去泵奶咯。可是这样下去哦，你的身体感觉乳房空空，就会以为 baby 食量很大，需要制造更多的奶。那么你就会一直胀奶，完全没有的休息。奶量过多很容易塞奶的，乳腺发炎的风险也会增加。所以坐月子期间没有必要的话，不要泵奶，亲喂就好了。如果有必要泵奶又怎么样呢？那比如说那些需要回去上班需要存奶的妈咪，那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妈咪满月后还有至少1个月的产假才回去上班的，那么坐月子期间不需要泵奶，满月后才开始。如果妈咪是满月后需要立刻回去上班的话，没有办法啦，坐月子期间要存奶了。我会建议只要你可以亲喂就亲喂，在亲喂一边乳房的同时，用这一类 silicone 的挤奶器吸住另外一边乳房，收集奶水。每天收集1瓶大概4个盎司左右就够了。最后，那些真的没有办法亲喂，需要把奶水排出来的妈咪，你需要泵多少奶呢？我建议你不要把量当作目标，因为数字往往会给你压力，然后压力就会抑制奶水的分泌。不要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，说我需要泵多少奶这样子。我明白坐月子期间大部分没有办法亲喂的妈咪，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。这些原因通常都会让妈咪感觉到很不安、很担忧。正是因为这样，妈咪更加不应该再给自己添加压力。如果你没有办法用最有效的排出奶水的方式，那么就改用第2有效的方式吧。不要用挤奶器泵奶，学会用手挤。一旦你抓到手挤的窍门，是可以比泵到更多奶水的。还有，再给你一个定心丸，新生 baby 胃还很小而已，不会需要非常多的奶，所以不要把需要泵住多少奶作为一个目标。换一个心情，把目标设定为我要掌握手挤的技巧，这样比较不会有压力。下个星期我会分享选购挤奶器的方法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丽丽，拜拜。